第70师长魏素忠。备旨在。你率所部何时就是罗守甲旅分3路向平江进攻，不必等他找出门来啊！我们要先动手，先发制人，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，打个漂亮仗。与江总司令看。是。军长，好消息！刚刚咱们收到消息，敌人分为3个梯队出动。第1梯队进至瓮江、三角塘、双江口一线，第2梯队进至金井，第3梯队进至冲华山。好，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，这仗就好打了。喂，金井守军吗？我是何健，让你们长官。他们来了，到，立刻调刘建勋部，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，增援长沙。张发奎不管了？哎呀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，而共军要的是脑袋。立刻组织部队，在浏阳河一线布防，轻重武器、山炮、野炮全拉上去，全拉上去。是。另外，向长沙市民发布告示。以我本人的名义，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。是。等等，向蒋总司令发电，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。长沙危矣，我何健决心死守。是。通知部队，改变作战队形。过桥以后啊，红五军担任前卫，红八军殿后。他们的新战士多，作战经验少，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另外，通知部队，敌人援军已到，准备打一场恶仗。哦，过桥。哎，彭总，情况还不明朗，你现在不能过去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的部队都过去了，我不过去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执行命令。对不起诸位啊，本人刚从七里巷战场回来，让各位久等了啊。何主席亲自到战场督战，请问前线战事如何？我军大获全胜，刘建绪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，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。
我已经向长沙市民发布了告知，表明了本人是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。今天我在此借此机会，再次表明，我是国民革命军第4路军的总指挥，更是湖南省主席。党国为我以如此重任，万一长沙不保，本人将在此与敌同归于尽，绝不苟活。好。说好了在长沙城见的，怎么就跑了呢？没抓住何健太遗憾了。孙师长，您介绍个人，这位是长沙工人赤卫军司令王震同志。王总好。王震，呵呵，这名字响亮啊。这个名字我也是刚叫不久，原来我叫王玉开，秀他们给改的，说要想造反，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。好，你这名字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，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。你是湖南人？对，湖南浏阳县人。湖南人自古尚武，王司令，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。听彭总的。参谋长，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多分一些。是。谢谢彭总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
喂，赵和建。哎，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，你怎么跑了？娘妈的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要是能娶你当老婆，这辈子也值了。这辈子就值了。哎，你是谁？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，不脏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说我是谁啊？你家？那我刚才喊半天，你怎么不吱声呢？我不吭声又怎么了？这是私宅，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对不起啊。外面打得怎么样了？何健已经被赶跑了，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。你们？啊？你是红军啊？这不，我不像红军吗？我不仅仅是红军，还是红军师长呢。吹牛吧你就！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师长？哎，说了你怎么不信呢？我们军说了你也不知道。行，就算你是红军师长哈，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？问你？嗯。问你什么呀？哎，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？啊？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。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？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？哎呦，刚才那都是胡说的，你别当真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柳月，是长沙大学的学生，我父母都是商人，现在在上海。柳月。嗯。跟你的人一样美。既然见面就是缘分，咱们交个朋友吧。啊，我这手太脏了。行，我请你喝杯咖啡。咖啡就不喝了，我还有军务在身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你就喝一杯咖啡嘛。不喝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没事儿，很快的。尝一尝，特别香的咖啡。尝一尝，啊，正宗的牙买加咖啡。哦。这怎么这么苦啊？咖啡肯定是苦的。不能这么喝。哎，那怎么喝呀？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，慢慢品呐。一小口一小口喝，还得品。对呀，刚开始啊是苦的，越喝越香，再试试。怎么样？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？已经通电了，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。好。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？何健残部退走后，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，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，到处杀人放火、抢劫商铺，影响极坏。娘妈的，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！这种人啊，见一个抓一个，毙一个。这事儿啊，交给郭敏生去办。好。郭敏生怎么没来？啊？来了。报告军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小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
刚才你不在，我告诉你啊，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，千万不能手软，但也不能错抓错杀。是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还有就是，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，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？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？如果长期占领的话，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，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，以安定人心。据了解，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，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。这事儿啊，你管吧，你不是留过洋吗？你给他们开个会，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。是。戴元啊，咱们俩分一下工，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，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键残部，防止敌人反扑。好。那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散会了。军队长，军队长，军队长，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。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你有人选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给你介绍个人。老伯，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认识。老伯，你记不记得9年前，我杀了那个地主啊，欧霸天，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，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？老伯，求求你了，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？我今天遇到劫匪了，把我钱都抢走了，我没有钱了，老伯。哼！欧霸天，真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上船，快！谢谢老伯。哎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那个时候你年轻啊，哎，现在成大官了。哎呦，不是什么大官，我参加共产党，当了红军了。我们刚打下长沙，把何键给赶跑了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这世道啊，该变变了。我呀，我要是年轻点啊，我就跟着你们干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老伯，当年啊，我叫彭德华，现在我改名了，我叫彭德怀。彭德怀，老伯啊，你老关心啊？嗨，一辈子没个大姓儿，他们都叫我罗60老官。老伯，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，钱不多。老伯，这钱啊你拿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着这点事儿？这钱你一定得收下。这9年啊，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老伯，这钱你一定得收下，你收着。谢谢你，老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人也。老马，哎，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，千真万确，这是中央电报，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。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，何键在那儿经营了多年，凭三军团的实力，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？
是啊，我也没整明白。不过这9000对3万，硬是给打下来了啊！哎，老毛，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？南昌、广州2次起义，占领的时间都不长。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，算是第一座呀。这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，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，纷纷请战呢。哎呀，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，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：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。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，恭迎蒋总司令。长沙陷落，身为湖南省主席、第4路军总指挥，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卑职罪该万死。这几天，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。区区8000共军，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。他们占领长沙已经1周了，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，颁布了土地法，还召开了万人大会。长沙的陷落消息被炒得是沸沸扬扬，被全世界报道，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为武汉。何主席，长沙失陷，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。当然，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。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些年，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，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，都是无喜无悲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。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，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。自我党清共以来，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。你想想，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这是在收买人心，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。如果不及时的制止，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。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，明天就会想着武汉，想着上海，想着南京。所以，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，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卑职愿将功折罪，杀回长沙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。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。何健，你带2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，中央军罗林、龚炳藩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，陶广、王东元师也一块压上。这还不够。赵会英美日3国，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的协助。我再次的提醒你们，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毛，可现在彭德怀、滕代远比他们更可怕。因此，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，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，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。请总司令放心，一旦夺回长沙，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。
军团长，军团长，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撤离资源长沙，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，敌军已有10几。 慢慢的喝，仔细的品。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徐志摩啊。徐志摩。 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？徐志摩啊，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，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。爱情诗？刘月，谢谢你的爱情诗，我一定会好好读的。那我先走了。 刘月，马上回来的。这次你打得很好，将毛司令夸奖了，总算是报了共军攻占长沙的一箭之仇。但这只是个小胜，下面得取得更大的胜利，要彻底、干净消灭共。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？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2点：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；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，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，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。卑职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好，总司令放心，我这就去把毛泽东、彭德怀的老婆抓来，把他们家祖坟掘了。现在兵分2路，我们几个去找战术，其余的共进外围的。刘新妹子，赵大哥，刘新妹子，赶紧逃吧！白狗子进村抓你来了。抓我干嘛？你老公造反，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，何健抓不住他，所以就来抓你来了。赶紧逃啊！要不来不及了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等鹏哥。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。我要是走了，他上哪来找我呀？
你等他干什么呀？啊！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？他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能顾得上你？赶紧走，别干活了啊！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总，乡亲们不要怕，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，有赏。老总啊，这刘姓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？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啊？你们谁知道啊？不知道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啊？先把老子毙了，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。老总，老总，别着急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10、15，带路。让开人，让走。想嫂子了，也是。啊，你看我就说吧，头一回打长沙，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好了，后悔了吧？啊？哎呀，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。光寄信管什么用啊？这事儿啊交给我，我这2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。哎，不用。咱部队经常转移，天天打仗的，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，以后再说。啊，是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我这心里憋屈得慌，想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儿啊？彭总，自从13军团合编以后，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。你都听说什么了？你看啊，这总司令、总政委，那位子都让1军团给拿走了。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？那胡说！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，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。李夏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得带头，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。不是，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？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！哎呀，哎，不错啊，学会看书了。打仗还不忘学习，挺好。什么书？我看。没什么书，少啰嗦，念给我听听。真念啊？那当然了，念。行。徐志摩的诗。我念一段啊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我挥一挥衣袖，却带不走一片云彩。啊，行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？这书哪来的？这书
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呀。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，以后少读，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听见了。哎，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。哦，记住了。大力，喝点水。谢谢夫人。在写什么呢？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，尽快的剿灭共产党。可是美国人说，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呀。这我当然知道。可是，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，那么朱毛、彭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。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，可怎么办呢？攘外必先安内，听说过吗？报告。进来。校长，夫人。校长，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敬之啊，这次有你挂帅出征，我的心里就放心了。但还是有几句话，我想嘱咐给你：对待共军，不可小视，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，你要格外的注意呀。请校长明示。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。我记住了。啊，对了，夫人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，算是为你饯行啊。多谢校长，多谢夫人。妈，你选的这块伏击阵地，有如神助啊！从兵家常识看，背水布阵不适宜重兵团作战呀，是用兵者之大忌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侧敌侧水展开攻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！老毛，上山之前啊，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，我这心里头啊，真是疑虑重重。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，咱们是胜券在握。战场是瞬息万变啊，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，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哟。报告，进来。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定位置。好，参谋长到，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。是，我已经向总司令打了保票，务必将共军歼灭于赣南。报告，进来。红三军已将工兵帆布打散，敌28师正四处求援。这黄公烈动作还挺快嘛。
黄攻略，飞将军呀，三军团打得好啊！哎，右路情况怎么样？敌4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2处险隘，红四军和红12军正在组织佯攻。啊，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？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。同志们，加快行军速度！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，加快行军速度！小同志，小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小同志，哎呀，走了2天了，我歇一会儿怎么了？